大家好，我是大蜡烛。回顾即将过去的2022年，世界新能源车渗透率仍然呈现快速提升的趋势。2022年已经达到12%的水平。那其中中国新能源渗透率达到了23%，欧洲达到18%，美国仅有7%，日本仅有2%。而我们越是到年末增速越快。今年11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达到59.8万辆，占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的36.2%，环比增加超6个百分点。这个主要得益于我们在动力电池上的弯道超车。现在全球动力电池装机前20的企业中有15家中国企业，如果只算前6家中国企业，市场份额就占到了全球的56.4%。而接下来的储能也将是公认的动力电池可以继续带动的一个超级赛道。所以就连电池总成本不到2%的导电机领域都有多家上市公司，其中的龙头企业市值都有200亿元。这期视频我会讲一些近期我对动力电池行业的观察和理解。其实锂电池的历史很久了，最早的锂电池研究，美国军方在1962年就开始了。1973年，日本松下公司就研发出了以氟化石墨为正极材料的金属锂源电池。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又推出了面向市场的消费级锂离子电池。像磷酸铁锂电池也是在1996年就在实验室开发成功了。中国在这个方向发力是2001年，中国15启动了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正式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汽车工业崛起的机遇，中国可以在这个领域上超越西方国家。不过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外资投行都有来中国的相关企业做调研，基本都认为中国企业没有未来。主要原因是2个，一是全球的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没那么快，大车企不会快速推进；第二是中国的技术比不上日韩，但是他们忽略了中国政府在新能源领域发展的决心以及这边的产业效率。2008年奥运会50辆电动大巴车大放异彩。2009年由科技部、财政部、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启动了10乘1000辆工程，即用3年左右的时间，每年发展10个城市，每个城市推出1000辆新能源汽车开展示范运行。当时即便放眼全球，海外的特斯拉那会儿也还在破产边缘挣扎呢。那过去10年中国在动力电池领域有哪些成就呢？过去10年中国企业将锂离子电池的比能量从100瓦时每千克提升到了300瓦时每千克，也就是电芯能量密度每年增长7%到8%，而成本从4元每瓦时降到了1元每瓦时。在今年国内动力电池的技术革新已由政策驱动过渡为市场驱动，而国外则还处于政策驱动阶段。国内的动力电池企业与车企已经开始布局远期的发展了。目前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全固态电池，一个是钠离子电池。我们先说全固态电池。固态电池顾名思义就是使用固体电解质的电池，理论上没有液态的电解液。目前动力电池的电芯材料可以参考这张图，电池由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组成，每种材料都有非常多的企业生产，其中正极材料市场规模最大，占电池总成本的40%左右，但是毛利率最低。反而是隔膜因为技术壁垒高所以毛利率最高。我自己在阅读了大量论文后发现，虽然行业内对电池向固态发展的趋势普遍持有共识，但目前全固态电池界面阻抗等关键技术难题攻克挑战还是很大的，基本都处于实验阶段。要知道固态电池是不需要隔膜的，但是目前一些生产隔膜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价值仍然很高，所以全固态电池实现大规模的在智能车上使用仍有较远的时间。虽然很多车企都声称发布了固态电池包或者是各种专利，但多数其实是半固态电池。其实如果按发布电池时间看丰田2010年就发布推出了硫化物固态电池，但全固态电池持续的稳定量的生产，丰田的规划是要到2030年了。国内企业即便速度快，出首批量产车还要有几年的时间。还有就是钠离子电池，因为钠在资源丰富度和成本上具备显著优势，但其因为化学体系在能量密度上的局限，在乘用车动力电池领域
3年内还是难以撼动锂电池的地位，只会在低能量密度或中低端场景替代锂电池。近期钠离子电池在很多动力电池企业发布会上成为热点，是因为其未来在储能上的潜力。所以未来3年动力电池企业和整车厂主要还是在现有电芯、模组、封装方式等方面进行结构上的改进和精简，在消费者切实的需求上做升级。那消费者真正的需求有哪些变化呢？今年也是不同消费者需求分层的问题。比如高端性能车主对快充的需求就很高，但经济实用型的车主则更在意电池残值。但大家比较一致的需求有2个，一个是冬季低温的续航，一个是安全性。那为什么电车冬季续航表现会变差呢？因为电池中的电解液会因为温度降低而逐渐变得粘稠甚至冻结。有相关的实验表明，在环境温度0度以下，温度每下降10度，电池电阻大约会增加15%。这对于车主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冬季续航下降。我们都知道，锂电池的充电就是锂离子从正极游向负极的过程。在其他条件都一致的情况下，低温环境下电解液与负极隔膜之间的相容性也会变差，也就越容易出现吸锂现象，而吸锂则会导致蓄电严重，甚至影响电池的寿命。所以现在车企都会想办法给电池加热。可以说电池加热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能继续打开一个原本无法切入的巨大的新市场。目前市面上主流的电池加热方式有这样几种：一是引入外部热风，这种方式需要电池和对应管道的密封性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要有风道设计，加热效率直接和气体温度流速直接挂钩，不过热量的损失会比较大。液体加热也是一种方式，多使用水暖加热器，但预热时间会比较长。还有使用加热膜的，缺点是容易出现温度过高的现象，往往是距离热敏电阻丝较近的部位升温很快，而距离较远的地方迟迟热不起来，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今年在电池加热这个领域，中国车企推出了更领先的技术形态，比如长安深蓝今年就有公布一个全球首创的新技术——微核高频脉冲加热技术。这是一套电池内部加热技术，可以在零下30度的环境中每分钟升温4度。利用低温电池内阻增加的电化学特性通过 IGBT 的极速开关驱动电池与电驱之间产生高频脉冲电流，产生焦耳热，使用的是交流电。据我所知，也有企业在探索使用直流电进行内部加热升温的方式，虽然也能做到4度每分钟的升温效率，但是直流电的电流大小和方向是恒定的，就容易让电池负极的锂离子处理量超过极限，形成吸锂。微核高频脉冲加热技术的核心在于3点： IGBT 的应用、电驱激励原理、运用交流电减轻吸锂。光是累计申请的专利就超过50项。那这些技术一出，其实也可以在其他一些需要在低温使用动力电池的行业里应用。当然，长安深蓝做的远远不止于此，他们还基于 EPA1 平台开发一套全新的 IBC 数字电池管理系统，可以做到就算电池在驾驶员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发生了简单的脱底磕碰，不是很严重，大数据也可以及时识别出来并通知车主。因为这套系统基于实验室和车辆的大量数据，构建了大量事故发生之前的特征参数，通过算法和实时采集电池信息，可以达到24小时全天候安全监控，及时去预测车辆电池热失控的风险。可以简单理解成在车和云 BMS 上做双重监控，提前发现电池可能会有的小问题，告知车主去检查。就算车主没有注意，系统也会让24小时值班的大数据监控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知车主。这可以说是汽车产业的一个巨大创新，会给整个产业提供非常多的新思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2020年前的所有统计数据显示，动力电池热失控有35%是在汽车充电时发生的，有25%则是在汽车静止时发生的。但只有少数车企意识到24小时实时报警真正的作用。当然，被动安全上，今年所有车企也都在升级。长安直接选用了太空出舱服中所用到的气凝胶作为防火垫的隔热材料，把可以隔绝高温的温度提升到了1200度。这种新的标准也必将带动一个新的产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还在不断的在各个维度释放出新的活力。只要是过硬的技术，都会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可能性，其中的技术溢出也会让更多的企业受益。在2023年，中国新能源车与动力电池产业一定会继续爆发出惊人的发展势能。